各位战略游戏的爱好者，大家好。如果这几天你有关注全军破敌 Total War 系列的动态，你应该已经听到了那个让无数老玩家热泪盈眶的消息 ：Creative Assembly， 简称 CA， 终于亲口确认了《中世纪3 Medieval 3》正在开发中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续作的消息，对于等待了10几年的历史系全战粉丝来说，这简直就是有生之年系列的终极梦想成真。但是在我们开香槟庆祝之前，我们必须冷静下来，仔细审视这场发布会背后的每一个细节。知名游戏评论频道 Byron Luz 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。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，甚至有点残酷的观点 ：CA 在这个时间点公布《中世纪3》，可能并不是因为游戏快做好了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防御性公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，这款游戏目前处于非常早期的预制作阶段。换句话说，它现在可能连一个可玩的原型都还没有，距离我们真正玩到它，可能还有好几年的时间。那么，为什么 CA 要选在现在把这张王牌打出来？这背后隐藏了该公司怎样的焦虑，以及这对于我们接下来几年能玩到的全战游戏意味着什么？今天的影片，我们将深度拆解这场发布会背后的商业逻辑、技术困境，以及全战系列未来的真正走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谈时机。白列勒在分析中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类比，他称之为 Bethesda 策略。大家还记得 Bethesda 当年公布手游上古卷轴 Blaze 时的场景吗？他们知道，如果只公布一款手游，硬核玩家绝对会暴动，所以他们在同场发布会上放出了一个只有 logo 的上古卷轴6预告片。这个预告片其实什么内容都没有，但它传达了一个讯息：别慌，我们没忘记你们要的正传，只是要等很久。CA 现在做的正是同一件事。当时 CA 即将在接下来的 TGA 游戏大奖或是近期的大型活动中公布一款极具野心的新作，而这款新作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历史题材。目前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科幻领域，很可能是战锤 40K。后来我们都知道了，他们在 TGA 发表的游戏确实是战锤 40K。试想一下，如果 CA 没有先确认中世纪3，而是直接跳出来说，嘿，全战粉丝们，我们下一款游戏是充满镭射枪和太空船的战锤 40K， 那样的结果会是什么？那将会是一场公关灾难。那些渴望刀剑、骑士与攻城战的历史系玩家会觉得自己彻底被抛弃了，愤怒的声浪会淹没 CA 的社交媒体。中世纪3在这个时间点的出现，本质上是一张挡箭牌，或者说是一颗定心丸。它的作用是告诉老玩家，我们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我们也正在做，请保持耐心。这样，当他们接下来真的公布科幻题材的全战游戏时，玩家的反应就会从你们背叛了历史，变成哦，好吧，反正中世纪3也在做了，我就先玩玩这个科幻的试试看。这是一个极其聪明，但也充满无奈的商业决策。它反映了 CA 目前极度需要稳住玩家社群的信任，尤其是在经历了过去2年灾难般的表现之后。如果说中世纪3是安抚人心的面子，那么 CA 在发布会上提到了另一个重点，全新引擎 Warcore， 就是他们不得不修补的里子。白列勒的分析中指出 ，CA 过去几年之所以频繁翻车，比如全军破敌特洛伊、全军破敌法老的评价不一，被取消的 Hyenas，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陷入了技术泥淖。CA 使用的旧引擎，经过几十年的修修补补，已经变成了工程师口中的意大利面条程式码。想象一下，不同的开发团队在同一个旧地基上盖房子。A 团队为战锤修复了一个 bug，B 团队在做三国时却无法直接使用这个修复，甚至可能因为底层冲突制造出新的 bug， 这导致开发效率极其低落，新功能的加入变得举步维艰。这就是为什么 CA 需要停下脚步，宣布开发全新的 Warcore 引擎架构。这不仅是为了让游戏跑得更顺，更是为了未来的游戏机制铺路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，在谈论新引擎能力时，官方暗示了对载具扫射以及更复杂掩体系统的支援。请大家思考一下，传统的冷兵器全战需要复杂的载具和扫射机制吗？虽然也可以用在马车或龙骑兵上，但这些词汇的出现，几乎是明示了下一代全战游戏的背景。这强烈佐证了我们刚才的推测，下一款大作绝对是有枪、有炮、有坦克的现代或科幻战争，也就是上面提到在 TGA 发表的游戏战锤 40K。新引擎的开发是必要的，但这也意味着阵痛期。在 Warcore 完全成熟并应用到中世纪3之前， CA 必须先用其他作品来填补这段营收空白，同时测试新引擎的性能。而这款试验作品，也就是像战锤 40K 这种科幻类型的非历史系新作。除了游戏和引擎，CA 这次展现出的态度转变，也是分析中不可忽视的一环。
老玩家肯定记得罗马2全军破敌发售时的惨况。当时 CA 投入了巨资进行行销炒作，预告片做得惊天动地，但游戏发售时却 bug 满天飞，优化极差。那次事件让 CA 的信誉跌到了谷底。而这次，白雷乐观察到 CA 似乎正在学习另一家战略游戏巨头 Paradox Interactive， 俗称 P 社的模式。P 社的模式是什么？就是在游戏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，就像现在的欧陆风云5代号 Project Caesar， 就每周发布详细的开发日志，和玩家讨论贸易怎么做，人口怎么算。CA 这次承诺会更早的让玩家参与开发过程，听取社群反馈，而不是闭门造车，最后丢出一个半成品。这是一种重建信任的手段。CA 意识到现在的玩家越来越聪明，单靠华丽的 CG 预告片已经骗不到人了。承认自己的技术问题，公开未来的长期规划，表现出谦卑的态度，是他们目前挽回老玩家唯一的路。这说明 CA 的高层终于意识到，信任资产比短期销量更重要。对于一家已经成立25年的公司来说，这种文化上的转向，或许比公布一款新游戏更值得肯定。那么，在我们等待中世纪3和新引擎成熟的这漫长几年里，我们能玩什么呢？答案依然是战锤3。分析指出 ，CA 目前的策略是用战锤续命。在发布会中 ，CA 确认了接下来的 DLC 将聚焦于中焉之石 End Times 以及亡灵之主那加什。中焉之石在战锤原作故事中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章节，因为它直接导致了旧世界的毁灭。但好消息是 ，CA 承诺会将这些末世机制融入到超凡帝国的沙盒模式中，而不是强制玩家走剧情流程。这意味着战锤3将继续扮演 CA 的现金流 Cash Cow， 他们必须依靠战锤 DLC 的稳定收入来支撑公司度过开发新引擎和中世纪3这段没有新作发售的空窗期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能现在就放弃战锤3，甚至必须投入更多资源去修复它，因为这是他们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总结来说，这次 CA 的发布会表面上是庆祝25周年还公布中世纪3，但实际上这是一份生存声明。白里勒的分析让我们看清了现实。第一，中世纪3确实存在，但它还很遥远。它是为了安抚历史玩家而提前打出的底牌。第二 ，CA 正在经历痛苦的技术转型，新引擎 Warcraft 将决定这家公司的生死，也预示了未来的科幻走向。第三，他们正在试图改变傲慢的开发文化，学习与玩家沟通。作为玩家，我们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。我们不必为了一个 logo 而过度兴奋，但也无需过度悲观。至少 CA 承认了问题，并确立了方向。所以，当历史全战迷在 TGA 看到 CA 公布战锤 40K 这种拿着雷射枪的全战时，也不用惊讶和愤怒，因为你知道，那是为了让未来的中世纪3能够在一个更稳固、更强大的基础上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以上就是我对这次 CA 重大发布的深度解析。你对于全战系列走向科幻题材有什么看法？你愿意为了更好的中世纪3再等上3-5年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的游戏产业分析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